杨紫在今年春晚的整体表现更是让我格外满意，不管她演什么位置，她都是下血。杨紫在今年春晚的整体表现更是让我格外满意，不管她演什么位置，她都是下血。被吐槽是个模板，是个人过早出名的烦恼吗？不过有段时间说全是用邱莹莹演的，一会又说全是用锦觅演的，现在又往前推进了，整个是借助夏雪进行的。邱莹莹、锦觅和夏雪是同一风格吗？这种智商低下，杨紫的小黑子也不敢多提。一年4部偶像剧，长相思、香蜜沉沉、烬如霜、钦差记。她自己也表示，她不愿意出演农村剧和奋斗剧。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看她在那些形式的戏剧中的表演。她并不总是特别受欢迎。我是从那时候开始追的，早年看过《少女日记》和《胭脂霸王》，比几个杜威的情人口口声声说爱她，但绝对是随地撕逼，给她带来可怕的影响。戏剧的好坏实际上会影响演员的受欢迎程度。所谓偶像剧，主要是完全以男女角色的感情线为主，不记得个人的布局和情节是怎样的，到最后总会变成 XX 和 XX 的爱情故事。经常演同类剧，目标市场必然会审美疲劳。不过，尽管有几个人一直说杨紫的表演天赋刻板，但我并不认为她的表演天赋很差。毕竟，当初借助胡香香的帮助，她自然是大吃一惊。也就是说，为什么所有的电视剧都必须有对象的互动？难道他们就不能玩几招就开始做生意吗？我将像面包屑一样凝视沉香木，在我研究它之后，我感觉自己像糖果蜂蜜一样表现。余生和女心理师现在已经没有达到她应有的表现程度了。交通并不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流量就有名气，如果有名气，就会有额外的选择。可现在他忘记了，他所说的，他要的是名声，是要有更多的选择。我认为他选择了越来越高的作品，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你在戏剧中做了什么？演艺天赋都在流失，他也不再年轻了，转型是必要的。希望他以后也能像偶像剧里那些最会撒糖的人一样。除了绿簪子，我还看了全部。当天机还在上架的时候，我就用剧集看了剧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搞到3、4个不差的人偶女主剧本的，所以相比之下，还是有不少的你可以另外列出不同人类的演绎作品。我猜他们的也是同质的。角色的同质化不再暗示他的表演天赋是被塑造的，而是我的美国仙女木偶剧的导演和编剧设定了个人的个人情感享受变了，风格也变了。发球没有太大变化，接球策略一直很出色。那些我可以在看戏的同时活出画面，但使用角色对我留下的共同影响是一样的。这已经是整个华夏仙人偶表演的大体了，现在已经不算杨紫一个人了。经过烂剧的洗礼，杨紫还配得上演绎派2字吗？杨紫一头扎进了傀儡之中，开始吞噬自己的那点小气息，迟早要崩塌。其实傀儡要的是表演才能，任何一种都需要。很简单，可能定位于扮演历史木偶的演员没有任何高质量的表演才能。此外，脚本中还有一个瑕疵奖励，他保持漂亮的光环，表情可以说很刻板，很像鞠婧祎，除了发型，根本看不出来是哪部剧。有人说鞠婧祎不演戏也会唱歌，如果她不唱歌，她会继续考虑化妆和拍照，她可以一直受欢迎。是她的成型好吗？我认为这很常见。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人，即使你从未接触过表演，你也可以扮演她的角色。她的踪迹不正确，当年她就是一个历史傀儡，地位和邱莹莹几近相似。邱莹莹就是下面的门，女主的个人西装和当时的造型搭配的恰到好处，剧情也不像后来那么离谱。但杨紫演过4个历史木偶，妆容和套路都是固定的。除了情侣和狂热的历史木偶爱好者，普通观众根本不参与，并不意味着29不能对付偶像。演员只能演那个吗？最简单的就是演技一般，没有气场，再加上他整张脸都僵硬了，脸色崩塌，同时做出巨大的表情。同一时期，杨紫在广告和演艺方面的表现一直都不错。要知道，大家对杨紫的期望都很高。青衣，没想到她在他们眼里也不例外。
感觉杨紫现在最能玩的是感情，不再是角色。很多人都说她的角色很像锦觅，现在不再是单纯的造型，更多的是因为她的不快感。表面上看，角色并没有那么多内核，她的表演天赋靠着情人被夸，连她自己都相信。在回旋处，她的演技被认为是牛逼的，但是在回旋处她可以混，出戏里她是做不到的。许多人并不真正接受没有适合他的好书，但他意识到他对他的控制为零。其实同龄的演技并不差，因为有相关性，但是如果单独拿出来的话，还是很正常的。而且现在扭捏的脸很硬，胶原蛋白也在流失，年纪大了的感觉很重。他有皮肤的地方，舞台架不住。02，正直并支持个人。肖战一张照片火爆网络。少年的感觉就像手艺后起之秀。显然，大牌和表演者是一个吃掉大量年轻人的行业。当身躯锈迹斑斑、容颜不复存在之时，将面临下坡的赌局。坦率地说，这个行业中有太多人不依赖于任何想象力的外表。的确，再强的艺人也应该保持正派的心态和处境，这是工匠的义务，也是延续表演形式存在、跟上流行和资产的重要条件。近日，肖战的一张图片在网络上火了一把，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画面中，肖战身穿连帽大衣，笑容满面，满脸胶原蛋白，精神抖擞。留在队伍里，他就好像是一个做记忆测试的替补，默默无闻。谁会相信他那时已经31岁了？这种状态太 TOP 了，难怪粉丝不断吸粉，能量沸腾，持续了好一阵子。话虽如此，肖战的年轻倾向却是格外的难得和幸运。有网友忍不住想问，他的年轻倾向从何而来？经历了如此严重的网络欺凌，承受了如此多的折磨和压力，他究竟为何拥有清澈的眼睛和阳光般灿烂的笑容？抛开工匠的严苛资质不谈，或许与培养人的尊严有关。诚信是一种正直的工作作风，是一种纯粹的良好环境。它是最完美、最有效的寄托，使人从后往前恢复。肖战从小家风正派，学成正统，重庆人不屈不挠向上的精神，让这个小伙子敢于挑战，敢于跨越。面对媒体的猛烈围攻，他历经磨难，熬过难关，经受住了诱惑，秉性一统，从不勉强别人，从不走歪路，不靠任何人，向着自己所需要的前进。尽管荆棘丛生，但我正直、理智，无所畏惧，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有一句俗语：心存仁者，天地广阔。正人君子仁，小人人隐忍。努力成长，用心浇灌，破壳成蝶，让我们看到了才华横溢、聪明伶俐、深邃有条理、无所畏惧、积极向上的肖战。说的是正直大方，做的是彻底的正直，坚持应该做的是进取。俗话说，贵族是煽情的、说服的、灿烂的，有能力让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心上。肖战的未来无疑是灿烂的、慈善的、无界的。诚实同样是一种完美的能量。静身静脑，处腐朽笃实，出淤泥而不染，静波不磨，具有天地物质稠密的超凡脱俗之气，让人眉目生辉，韵味十足，很像那句话：青山不老不老，富气养人，真不误人。肖战虽然遭遇了这个星球上最深沉的朦胧和最丑陋的人性本能，但他没有惹起尘埃，依然不掺假，真诚、光明，堪称楷模。看照片上的他竟然是个替身，可见他的正直和强势。一反常态，翻看媒体，有几个比肖战年轻很多的专家，尽管他们有优秀的一面，但也有悲惨的一面，个性、痛苦的感觉和与他们年龄不相符的不合时宜的成熟。个人可能已经屈服了，但显然能力与流量状态不匹配，被组织以不同方式捆绑、展示和提升，甚至依靠糟糕的手段获得职位。结果是舞台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的羞辱，这是不走正道的必然后果。漩涡中心的工匠害怕阴暗和凶恶，坦率地说，他担心自己会精神错乱。更重要的是，这些倾斜的方式所支持的环境，类似于一个靠近海洋的堡垒。总有一天，它会被巨浪冲走和抹杀。如果您不真正接受它，我们将做事。纵观肖战这么多年的表现，可以说是勤劳、内敛、勇敢、豪迈，却始终不落寞。我们看到的肖战，
一般都是暖暖的、容光焕发的、正直的。